接下來看這個位置，咱們今天晚上來給大家講的是咱們這個預衝。下面打預衝啊，預衝是每一款混動和純電上面都会有預衝，預衝電路是必學的一個課程。那預衝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預衝是幹什麼的呢？是不是？預冲是幹什麼呢？咱们先講原理，你們跟着老師一起畫圖。反光不？來看一下啊，什麼是預衝？你們跟着老師一起畫圖，一起做筆記啊。我给忘了啊，預衝就那麼個樣子啊。什麼是預衝？注意聽着，這是咱們的電池包。預衝你學會了，我告訴你，在預衝上面能解決很多問題，也能賺到很多錢。預衝，這是咱們兩個繼電器，這昨天學的繼電器，一個是主正，一個是主正，一个是主正，一个是負，一个是正。这邊呢是350伏的高壓，對不對？這兩個繼電器只要一閉合，它把高壓電就送給誰呢？高壓電就送給咱們的電機控制器，這個叫做電機控制器。很簡單，電機控制器，電機控制器將直流電變成3相交流電，這是電機，這是電機。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是，這個時候有一個什麼問題呢？這個時候在電機控制器裡面有一個電容，這個電容起了什麼作用呢？咱們接下來還需要再了解一個什麼呢？還需要再了解一個電容的一個原理。電容的一個原理。我接下來把電容的原理給你們再深入一下啊。電容，注意看着啊，電容需要把電容學一下。電容起什麼作用呢？電容呢，存電、濾波，是不是穩壓、蓄流等等？我用一個圖來給大家來聊。在很早以前，咱們這個什麼呢？在很早以前，咱們這個有這麼一個水車，南方這邊會有水車，是不是？南方這邊會有水車。這個水車呢，這個水呢是這樣的，這個水從這兒流下來，流下來之後呢，這個是水車盛水的那個，是吧？盛水那個容器。然後這個水呢，把這個東西呢流滿之後呢，在水的重力之下。是不是這個水車就旋轉了？然後它一旋轉，另外一個是不是就過來了？然後這個水不停的流，這個水車就不停的旋轉。我說的對還是不對？水車對不對？也就是說，如果說我的水流一大，那它這個水車就轉得快；如果我的水流很小，慢慢的往下流，那這個水車的轉速就要慢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說，這個水車呢，我這個水流大了，它轉得快；我這個水流小了，它轉得慢，是還不是？我這個水車沒有水了，它就停了；我這個水車水來了，它就轉了，斷斷續續，轉速或者停停轉轉，水流怎麼變，它這個水車就怎麼變，對還不對？那如何來解決我讓這個轉速更加穩定呢？我如何來解決呢？好了，我在這個位置放一個水箱，我在這個位置放一個水箱，我在這個位置放一個水箱。水箱底部開個孔，我現在只能流這麼多，這水箱裡面有水，我這個水管呢放在這兒。也就是說，你現在如果是斷斷續續的話，沒關係，我放那兒放一個水箱就可以解決這個水車轉速不穩的一個問題。現在我這個水多了，你水多了，我也是流這麼多，我從這塊也是流這麼多，因為你的水呢是到了上面去了，你的水少了，我現在水少了。那我還是流這麼多，因為我可以流水箱的水，對不對？如果說是我的水是斷斷續續的，大家想一下，第一個功能叫什麼呢？叫穩壓。穩壓，是不是我的水壓一會兒大了，我還是流這麼多；水壓小了，我還流這麼多，壓力是不是穩住了？這個過程是不是穩壓？是還不是？這個過程，這個東西相當於什麼呢？電容。明白了沒有？相當於電容的作用了。那好，現在呢，我這個水流斷斷續續的，一會兒有，一會兒沒有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一會兒沒有的話，我是不是水箱裡面的水可以繼續給你繼續往下流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現在有，你還是流這麼多；我現在沒有了，
我用水箱的水来让你继續維持住這個轉速，對不對？那這個過程叫什麼呢？叫蓄流。蓄流是不是流量我就給你蓄住了？你上面是斷斷續續的，我這塊把流量給你蓄住了。蓄流穩壓，對哈不對？你這個水壓呢是波動的，是不是？你無論怎麼波動，我這邊水壓還是一樣的。就是穩壓濾波這個過程也起到這個濾波作用，把你上面的不穩定的一個水流給你進行濾一下，你這留下的水流就更加穩定。穩壓濾波蓄流，能聽懂嗎？给我拿個手機，估計要給老師拿手機，我要看他們評論，要不然我在那塊不好看。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說在這加一個水箱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問題，就會能解決這樣的問題，就是你的水壓無論是大與小，還是水壓波動太大，還是水壓斷斷續續，我加一個水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，我這個水車轉速就可以控制住一定的轉速，明白了嗎？所以說這個過程呢，也就是說注意听着啊，电南啊，也就是说這塊放一個電容，來鏡頭過來，也就是說咱們這個位置放這個電容呢，起到一個什麼作用？起到的就是濾波穩壓蓄流，明白了沒有？濾波穩壓蓄流啊，濾波穩壓蓄流，听到嗎？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呢，一定要記住，也就是說我現在正負极這樣一閉合的話，是不是你這個電，你油门踏板一踩，一會兒用電磁包的電，一會兒不用電磁包的電，是不是這個電壓一會兒出來大，一會兒出來小，一會兒出來大，一會兒出来小，對不對？如果你急加油门，我需要更多的電量送過来，那這個電磁包的電有可能一下就給不過來。那我放一個電容的話，這個你給不過來的時候呢，電容的電，這電容裡面可以存電嘛？電容的電也可以存一個什麼呢？可以存個350伏，明白了沒有？這有個大電容，明白了嗎？你急加速、急收油门、急加速，是吧？猛的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那你電磁包的電一下給不過來的話，那我電容就可以幹嘛呢？給你給過來，我把電容的電給你這個電池，給你這個電機蓄上，是不是？穩壓蓄流。那電容這塊有一個毛病，什麼毛病呢？把這個記一下啊。電容沒有電的情況下是短路狀態，打在公屏上面。電容沒有電，短路狀態，短路狀態，短路狀態。把這個記住啊。所以說呢，咱們的一正一負過來之後呢，為什麼給到電機控制器？因為電機控制器裡面有個電容，這個電容呢主要是高壓電。穩壓蓄流濾波，明白了沒有？它在這兒放一個，然後的話給電机控制器供電更加穩定，明白了沒有？給電機控制器更加穩定。那但是呢，在這兒放一個電容，它就有問題。有個什麼問題呢？電容沒有電的情況下是短路狀態，知道嗎？它短路狀態，大家想一想，那如果你電容沒有電了，你是短路狀態，那你現在主正主負這麼一閉合，電容是不是就炸了？啊，電容是不是就炸了？能不能找個電容？把電容找下來，量一下。電容沒有電的情況下是短路狀態，所以說這個時候主正主負能閉合不？你們覺得能閉合不？壓縮機裡面電容怎麼理解？壓縮電容也是一樣啊，壓縮機電容也是一樣啊。你高壓電進去的電容呀、電感呀，都是濾波。能閉合不？同學們能不能閉合？這樣你要是閉合的話，不好意思，你這樣一閉合，那你正极和負極短路着呢，那就炸了，電池包就炸了，電容就炸了，可以嗎？你炸了就要面臨的就要起火、冒烟，可以吗？所以说预冲失敗是絕對不能上高壓的，知道吧？预冲失敗是絕對不能上高壓的。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怎麼解決呢？接下來記第二句話，電容有電，電容有電就不短路了，没電是短路的，有電就不短路了。電容有電不短路，打上電容有電不短路。
打上。電容有電不短路，所以說你如果說你只講預充電路的話，你們聽不明白的，你們听了指定是蒙圈的。我跟你講，因为你都不知道為什麼家中為什麼車上面為什麼要用這個預充電路，是為了解決電容充電的問題，是為了解決這個電容的問題，你能明白嗎？所以才加了預充電路，明白了嗎？如果說直接上來給你講預充，那你會問預充有什麼用？預充沒用。預充解決什麼問題？預充解決的是電容有電沒電的這個狀態，明白了嗎？啊，所以說這個時候咱們繼續往下看，你明白這個了，你就進步了。所以說，也就是說呢，這個時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如何來解決呢？怎麼去解決？好了，這個時候這樣吧，接下來預充的上電流程啊，預充的上電流程。那這個時候在主正這個繼電器這個位置，好了，這樣吧，主負先閉合，主正先不要閉合。主正閉合之前，我在這放一個電阻，100歐姆的電阻。這個時候咱們注意看着。這個時候100歐姆的電阻，是不是？那這個時候幹嘛呢？我350伏的電壓，對不對？我經過了從這兒，因為你主正沒閉合，我就得從這兒走。從這兒走之後呢，經過100歐姆的電阻，這個電阻，這個350伏的電壓就相當於水流，水流噠噠噠噠從這兒走。如果從這邊走的話，水流就特別大，對不对？如果我從這邊走的話，因為你有一個什麼呢？100歐姆的電阻。電阻就相當於水阻，水流從這兒走的時候呢，它就有阻力了，出去的水流它就會變小一點，能聽到嗎？出去的一個水流它就變小一點，所以說350伏的電壓從這路走的話，有100歐姆的電阻，然後會限流，這個電阻可以理解為限流電阻，可以理解為限流，當然在這塊叫預充電阻，這個電阻叫法叫預充電阻，所以說你這個經過這個電阻之後呢，限流。電流變小了，電流變小，先用小電流給電容充電。預充電路，預充電路，用小電流，用小電流給超級電容充電，這個電容叫超級電容，超級，忘了字怎麼寫了，超級電容充電，是不是？因為你沒有電的話，你是短路狀態，那我就用小電流先給你充，對不對？然後你有電了，你是不是不短路了？有電不短路了，我再闭合。主正有電了，你是不是就不短路了？第四步，先用小電流預充電路，用小電流先給超級電容充電。超級電容沒有電了，超级電容裡面有電了，哎，它就不短路了。它不短路了，主正再閉合。主正一閉合，是了还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注意看着，也就是说，那這個時候咱們放個電阻行嗎？這個電阻不受控制呀，你主正閉合了，那預充電阻還在那工作呀？不行，我得設置一個開關，我得設置一個繼電器，哎，有個線圈，是還不是？也就是說，這是控制 BMS， 這是12伏，這是0伏，我給繼電器線圈通電。這路繼電器工作，是不是？我鑰匙打開一瞬間，先是我鑰匙打開，把這個流程記一下。第一步，鑰匙打開，誰打的？第一步，打開鑰匙，打開鑰匙。当你把鑰匙打開之後呢，預充繼電器工作，預充繼電器工作，繼電器
工作，是不是？你打開鑰匙预充继电器開始工作了，明白了沒有？鑰匙只要一打開，這個預充可以理解為汽油車當中的預供油，能明白嗎？你汽油車是不是有個預供油？鑰匙一打開，油泵工作個3到5秒，油管裡面有油了，有便於啟動，對不對？是吧？不是？這個預充電路的話，就相當於我主正主負先不要閉合，我要先閉合主負。所以說這個預充電路呢，什麼時候工作？鑰匙打開就工作了，鑰匙一打開它就工作，明白了？你打開鑰匙它就工作，打開每一次鑰匙它就會工作。所以在什麼時候工作？明白了沒有？這一遍聽懂了嗎？所以說這個時候，那它工作的流程什麼工作呢？第一步閉合主負，第二步閉合預充，預充把電壓把電容的電充滿了，第三步閉合主正，是吧？主正一閉合，預充就斷開了，第四步斷開預充。我把這個擦掉，好吧？我把這個擦掉，你們記了沒有？記了之後我把它擦掉，擦掉之後呢，我再給你们，咱們再講一遍，我講2遍，原理我給你們講2遍，這樣的話你們就學得更好。然後咱們在實際的電池包上面再講2遍，然後咱們再講故障案例之類的，好不好？故障碼、故障案例之類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咱們繼續啊。預充電路只能在正極嗎？負極也可以啊，有的在負極，大部分在正極，95%以上的車型都在正極，聽到沒有？大部分都在正極，听到嗎？我把它擦掉啊，把它擦掉，把这塊擦掉。咱們就留一個這樣，把這個擦掉吧，這個擦掉。預充電路是混動純電車上面它都會有，聽到沒有？混動純電車輛它上面都會有。這是咱們的電池包，電池包裡面呢有一個繼電器，有2個繼電器，對不对？350伏的，一個正，一個負，這叫主正主負繼電器，是不是？這2個繼電器只要一吸合，高壓電就送給了電機控制器，電機控制器，控制器，是不是？那這個高壓電它要送過去的話，因為由於電機控制器裡面有電容，電機控制器裡面有電容，這個就是電機控制器裡面的電容，這個就是電機控制器裡面的電容，這個就是那個大電容，長這個樣子。拿腕表量一下啊，咱們聽一下這個聲啊，聽一下這個聲音，打在風門器檔位上面，來鏡頭過來，打在風門器檔位上面，咱們現在量一下，是不是響了一下？表筆反過來，你看響了一下就不響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咱們的彎表表筆也是有電的，能聽懂嗎？你彎表裡面是不是有電池？當你打在風門器檔位的時候呢，紅黑表筆它上面就帶電，只不過這個表筆的電是3點幾伏的電，知道嗎？3點幾伏，這個黑表筆是0伏，這個紅表筆是2點幾伏、3點幾伏的電，明白了沒有？當咱們量的那一瞬間，它裡面是沒，它現在裡面是不是沒有電的，對不对？當我量的那一瞬間它是短路的，當它短路一會兒它就不短路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彎表的電進去了，彎表這2個表筆的電給電容裡面充了電，所以說它就不短路了，它就不響了。你剛開始量的時候它是響的，你看不響了，能理解嗎？因為你剛開始量它是短路的，是不是？量了你的表筆怼了时間長了，彎表的電進去了，所以它就不短路了，听懂了嗎？所以電容呢，電機控制器裡面的電容它沒有電的情況下它是短路狀態，當有了電它就不短路了。這2句話記住了沒有？有沒毛病？沒毛病扣66，沒毛病扣66，沒毛病扣66，沒毛病扣66啊！關於這個電容這個問題，那也就是說預充電路主要是解決誰的問題呢？問一下，現在知道預充電路主要是解決誰的問題？主正主負能閉合嗎？你閉合你試一試，這裡面是這麼大的電容，你敢閉合嗎？
闭合不了。所以预充电路解决是这个问题。预充电路解决的就是电容短路的问题，是还不是？预充电路是不是解決的是電容短路的問題啊？是不是解決了預充短路的問題？如果說這裡面沒有電容，我要預充幹嘛？我要預充幹嘛？我就不用要預充了，我要預充幹嘛？是還不是？如果這裡面沒有電容，那就不需要預充了。也就是說，每一款電機控制器裡面，它裡面都會有電容。它沒有電容是不行的，它沒有電容是不行的，知道嗎？電容多少伏，電池包多少伏，它就多少伏嘛，電容多少伏，它就相當於一個電池嘛，這個電容就相當於一個電池，有正負極嘛，聽到沒有？那這個時候往這兒看，那也就是說現在呢，我這個主正主負不能閉合，那我怎麼辦呢？我在這設置一個預充電路。100歐姆的電阻，這塊是繼電器線圈，是不是由 BMS 控制？看到了沒有？也就是這個時候呢，注意看着，第一步，我先閉合主負，負極先給你接通。第二步，是不是你鑰匙一打開，先是主負工作，然後呢，預充繼電器開始工作 ，BMS 給預充繼電器一正一負，一個12伏。一個0伏，線圈產生磁場，觸點閉合。350伏的高壓先經過預充電路，先要給你把電流變小一點，給電容先充電，電容電充滿了，充夠了，是不是？然後呢，閉合主正，然後預充斷開。有沒有聽明白？聽明白了沒有？有沒有聽明白？防止主正拉弧。防止主正拉弧也行啊，也行啊，也行。你這樣的話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啊，有人說了，說我現在一正一負，那你告訴我，那你高壓上電的時候，你沒電容的話，哪來的電弧呢？你不存在電弧的，是還不是？它為什麼有電弧？那是因為電容有短路，同學們。是不是電容？你現在電容裡面沒電，是屬於短路狀態。你正極這麼一閉合，是不是電流很大，電弧很大？是還不是？你預充解決了電容的問題，解決了電容的短路問題，相對來說正極的閉合的時候，電流就變小了，所以說電弧也是隨之變小了，是這個邏輯吧？真正的核心是解決電容的短路問題，其次副作用那就是正極。那你這邊已經把電流給你衝過去了，電壓電流給你衝過去了，是不是？你這邊已經有350伏了，我這邊也是350伏，我正極這麼一閉合，我之間有電流嗎？兩個12伏，你一個試燈，兩頭都接12伏，這燈泡能亮嗎？肯定亮不了啊，電流流不動啊，是不是嘛？所以你解決了什麼呢？是還不是？電容上怎麼有？那你預充在預充的時候，是不是電容350伏的？它是你放一個電阻，是電流變小了，電壓又不變，明白了沒有？350伏的電經過這個電阻，把電流給限制住，然後呢，慢慢的，相當於這是一個什麼水道？這個電容就相當於一個水道，這是350個水壓，這塊呢這水管，對不對？相當於這個水呢過去的時候呢，不要唰的一下過去。要慢慢的過去，然後這邊也會變成350個水壓嗎？能聽懂嗎？所以說我這個350伏的電呢，經過預充電阻，電流變小了，慢慢的用小電流給電容充電，明白了沒有？是不是這個電容的電從50伏、60伏、70、80、100、200、300、350，哎，電壓就上升了嘛。當電容的電壓上升了，你這個時候再閉合主正，這樣的話。是不是就不短路了？第一，電容裡面有電了；第二，我閉合的時候，你們也不產生什麼電流。聽明白了沒有？有沒有聽明白？啊？
明白了没有？预充电路学明白了，打1扣6，很简单，在正极旁边并了一个继电器。我讲的能不能明白？听到吗？怎么知道电容电充满了？怎么知道电容电充满了是吧？啊，你看你在纠结这个问题，我就问你，预充电路有没有听明白？预充是在干什么呢？就这个图听明白了没有？至于他怎么知道的，咱们等一下再说。那怎么知道的？他这块是不是有个电路板，在这监控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嘛？我要不要知道你这个高压电过来多少伏？我电机控制器要不要知道？你電壓滿了，那我這個電壓是不是就傳到電腦裡面去了嘛？電腦是不是就知道你預充電路、預充電壓上升了？是不是？然後通過看線來傳給 BMS， 預充電壓已經夠了，閉合主正吧。聽到嗎？防止高壓衝擊，對呀。預充多長時間？預充的話大概很短啊，2到3秒，2到3秒，明白了嗎？1秒到2秒都完成了，鑰匙一打開，唰的一下就完了，明白嗎？那電的速度那老快了嘛，那電那跑個1晚上算了，鑰匙打開又充個半個小時，那車還能開不？開不了，對不對？你的油泵油2到5秒，對不對？是不是？這個電壓只要你打開，電速度很快的，電的速度很快的，明白嗎？你看100米以外拉個燈泡。開關只要這麼一打，唰的一下，那個燈泡就點亮了。電的速度有多快？所以說你根本就正常幹嘛呢？連1秒都用不到，知道嗎？那說1秒他媽都說多了，拿毫秒來說，要是打開這個預充的時間要拿毫秒來說，知道不？有問題嗎？接下來我用在實車上面來講，好吧？打個666，接下來實車上面講，實車上面講，好吧？在實車上面講。來，先把它拆掉，打實車，打實車，全部拆掉。來，接下來看一下，這個是預充，看到沒有？這是預充，對不對？這是咱們的預充，預充繼電。